他赢家，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我快乐密码没你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我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流血了，痛不痛？一定很痛的，流那么多血。没事吧？喂。哦，想不到你这个人这样阴险，趁我不注意拿水喷我，害得我跌倒。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拿药给你擦。哎，不用了，请我喝水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哦，你害得我跌倒，连请我喝杯水都不可以啊，流很多血，很痛的嘞。我请哦。我请你喝 YY 茶。YY 茶，我没有听过啊，好不好喝的？当然好喝了，不好喝我才不会请你喝，一杯2块啊。哦，那就喝这个 YY 茶喽。好啊，你要喝什么口味？随便的，你喜欢喝什么我就喝什么。真的啊？那我去叫了。哎，如果你不喜欢喝的话，你不可以再叫我买一杯请你喝。不会啦，你喜欢喝什么我就喝什么。啊。Hello， 我要一杯 YY 茶 ，strawberry 口味的。哎，晶晶，豪哥你也在啊？怎么又喝 YY 茶了？今天不是我喝，我请人喝。请人？请谁啊？在我们隔壁开店的。怎么无端端请人家喝茶？因为我不小心弄伤了他的手。讲 sorry 就好了嘛。不好了，人家还擦伤流血呢。我请他喝一杯茶都不够补他流的血。这人真是。哎，好了，来，来，不用了，豪哥请你啊。不可以，豪哥你是做生意的。我大姐说，朋友是朋友，生意是生意。如果朋友来我们的店吃饭，我们可以给他们多一点，可是钱不能不收。好，下次我多给你2粒珍珠哈。啊，谢谢豪哥。那 strawberry 口味的。好 ，strawberry 的。好不好喝？啊，不错。哎，不如我请你去喝别的吧。啊？走了。不知道会不会又再被人家骗。Blender， 拜拜。Bye Blender。今晚一定又去偷情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人家今天穿的 G string 的内裤，投资不小嘞。我升职嘛，值得了。听说大白鲨就快升级当副总裁，调回总行，到时他自然就升上去当经理啦。嗨呀，玲玲，你在干什么？是啊，这种工作是你做的吗？不是啦，阿婆说她背痛，我帮她抹一抹，反正都下班了嘛。佢啊，哇，真係好人咯！哇，玲玲，你对杨真是太有献身精神了，每天第一个到，总是最后一个回家，现在连窗都抹了。我看你肯定是要当经理啦。是啊，你当经理，我们一定支持你。不要开玩笑啦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听说有内幕消息，大白鲨一走就是你上啦。我看你们还是不要让人说，不可能的啦。我是听总行的朋友说的，
他说总行的老板常常微服出席，有一天来到我们这里，看到一个女职员非常卖力，马上眼前一亮。这个人当然不会是我们啦。那还有 Blender 呢？哈，你以为老总瞎了眼啦？对呀，我们等着你请客吧。那你继续做好人吧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哎，玲玲。哦，经理啊，你先走吧，我来帮你锁门。不急不急。哎，你怎么抹起窗来了？哦，没有，阿婆说她背痛，我只是帮她而已。阿婆，你背疼是吗？那好，明天我就跟你广东说，叫他讓你好好在家休息，就永遠不用做了。唔係啊，冇啊冇啊！切，你有冇搞錯啊？我幾時有話到背脊痛啫？係佢自己八卦，話幫我抹窗嘅咋，我都冇叫到佢幫我。玲玲，別抹了，你進去一下，我有話跟你說啊。哦。哎呀，你廢廢地㗎！你係咪想害我啊？俾人炒魷魚啊！我要食飯㗎，小姐。玲玲，來坐。你把你的位置給收拾收拾，把你所有個人的物件都清理出來吧。為什麼？啊，沒什麼。其實我是想要把你的位置給調換一下，從明天開始你就不用在這櫃檯了。總之一切等明天就知道了。哦，那好，等一下我就收拾。我先走了。玲玲特地買給你的，謝謝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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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怪，大白鲨為什麼對我這麼客氣？而Blender要請我喝咖啡，那證明了什麼呢？從明天開始就調換位置，那不是很明顯嗎？我終於熬出頭了。喂，飛馬腿，好了嘛，我就打電話給你打不通，你電話沒有開？有啊。啊，我忘記聽電話，你找我什麼事啊？剛才我看到晶晶又跟另外一個男的在一起，晶晶還請他喝歪歪茶，我又怕晶晶像上次那樣給人家騙了還不樂不樂的，所以就趕快打電話給你咯。那他現在在哪裡？哎呀，等到你來已經不在這裡了，他們走那邊去了。那我去找他們。哎，等我，我拿杯。哎，對了，你為什麼要跟你大姐一起賣飯呢？除了賣飯，我還能做什麼？你怎麼這麼說？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。我有啊，我有試過到工廠做工，可是每次都被廣工罵。他說，說你什麼？不說了，說出來很傷心的。結果我不做了，我跑去賣衣服，可是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，才600塊啊！而且每次做錯事都會罰錢，罰，結果拿薪水的時候就只剩300塊了。唉，可憐啊。沒辦法了，誰叫我那麼笨，所以啊，只好跟着大姐賣飯咯。你想一輩子都跟着你大姐賣飯嗎？我當然也想有自己的事業啊，可是我真的很笨啦。那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《阿甘正傳》？裡面的阿甘夠笨了吧？到後來還不是開創了自己的事業，成為了一個大老闆。還有那個是電影騙人的啦。那有句話叫美夢成真。有的時候啊，美夢也可以變成現實的。真的嗎？現實中有太多這樣的例子啦。那你告訴我，你的理想是什麼？我是很想當演員啊，最好是跟范文芳一樣紅。那可以啊，你長得那麼好看，絕對有條件當明星的。不行啦，我都不會演戲。那可以學啊，范文芳也不是一開始就會演戲的嘛。對哦。哎，你覺得我真的可以嗎？那當然可以啊，你呀不要繼續待在你大姐的店裡，浪費你的青春，不然啊過幾年啊，你和你大姐一樣變成一個胖安迪。我不要。那你就要趕快追求你自己的理想，不要再埋沒在那堆椰漿飯裡面了，搞到你們窩裡反，到時不關門都不行了。晶晶，哎，二姐豪哥，你們也來喝茶？
你想干什么？哦，我们喝喝茶，聊聊天而已嘛。二姐，是我刚才不小心弄伤她的手，所以请她喝茶了。晶晶，你先回去。哦。拜拜。拜拜。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妹妹了。打扰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们只是喝喝茶，聊聊天而已嘛，不用那么紧张吧？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喂，哎，他谁呀？他是杨家店的人，一家人都很阴险的。你最好是叫晶晶小心一点啊，他是最容易给人家骗的。就是咯，要不然上一次啊就不会给人家骗那么多钱了。哎呀，回去也亲他吧啊。走了。哎，喂，干嘛？要不要吃几根拜？不要啦，要吃晚饭了。哎呀，这种东西又吃不饱的。走了，我请你吃。走。来，香嫂，很香啊。是啊，刚出炉的，烧烧的，要不要吃？ OK，给我2个。2个 ，OK。谢谢你啊。谢谢。还记得以前考试的前一天，我一定请你吃几根拜的嘛？啊？记得。你怕我不给你偷看吗？不过说真的，如果当时我不请你吃几根拜的话，你会给我看吗？会，当然会咯。要不然你拿零蛋啊，要被罚站在桌子上。什么桌子上啊？是桌子上叠多一张椅子，基本上我是站在桌子上的椅子上。 不过讲真的，那个老师好像变态，当我是盲梯给我手杂技呢。那个时候我都怕你会从上面掉下来呀。所以咯，你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帮我啊！什么生命的危险？讲得这么夸张？不是你也救不了我多久啊！中山还没有读完就被学校踢出来，哎。不过你现在也不错啊，又开歪歪茶店，又开脚底按摩院。接下来我还要开罗汉鱼店。哇，你做这么多生意，忙得过来吗？我的外号是13-11 24-hour service 啊，所以我每分钟都要向前冲啊。好心你呀，不要冲到忘记娶老婆，都30几岁了，还要等到几时？都怪你咯。关我什么事？当年又不嫁给我。好心你啦，还开玩笑。好心你啊，你在更大呀。Sorry。哎呀，你真的嘴巴大就是有这毛病。还要等多久？我赶时间的嘞。啊，回来了，等一下，华哥，这位顾客等很久了。你们到底做不做生意的？华哥，能等就等，不能够等的话就走。全新加坡有这样多脚底按摩店，干嘛一定要来这间呢？有没有搞错？这样做生意的？哎，这位先生，对不起，你坐，我来帮你做按摩啊。不用了，他说的对，全新加坡有那么多的脚底按摩店，我为什么要来这间？大华，你进来我的办公室一下。你没有看到我在吃饭吗？哦，你要人家开夜工，又不让人家吃饭啊。OK， 那你吃饱了进来。怎么啦？心情不好啊？看什么？我在这里吃饭，你在这边叹气，是不是存心要吃不下饭啊？不是啦，那你吃喽。怎么不吃？看到你就已经饱了，还吃得下吗？小声一点啦。小声，你怕人家知道？那就不要那么公开，偷偷摸摸的去酒店开房，不是没事了吗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以为我眼睛瞎耳朵聋的？你们2个竟然在大庭广众公然调情，你当我是什么？当我是乌龟啊？你到底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？无端端发这种脾气？啊！我当了乌龟王爸，还不准发脾气啊？难道你要我咕一声这样吞下去吗？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可以吗？为什么要回家说？哼！既然你们2个不怕做给人家看，为什么怕给人家听呢？有种的话就走出来吧，为什么要躲在 office 里面？好啦，你不要把2号扯进来可以吗？怎么样？你心疼啊？田大华，你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就给我进来。为什么要进去？我就是要站在这边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你勾引我老婆，你偷我老婆。大华！神经病啊你！你不要疑神疑鬼可以吗？我跟玲玲是光明正大的。光明个屁呀！
呀！我早就怀疑你们两个很久了，今天总算让我亲眼看见。你不要再乱说谎啊！对呀，没有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乱讲？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，钻牛角尖，不是骂政府就是疑神疑鬼。你说你亲眼看见，你看见什么？我看见你们两个一起什么？你讲看到什么？一起吃鸡跟派。哇！一起吃鸡跟派就是偷情啊！你离不离谱啊？你们两个一起吃鸡跟派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简单。不简单，很复杂吗？怎么个不简单法？你讲。一边吃鸡跟派，一边眉来眼去打情骂俏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有路啊！我看你是这边短路啊，你神经有问题啊！给我戴绿帽，怎么样？我神经怎么样？什么？哎，放开我！佛哥，不要冲动，这样子会打死人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田大华，你这个人脾气又臭又不卫生，你赶走我多少顾客，你心里有数。我不是看在玲玲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你开除掉了。现在还说我勾引你老婆，破坏我的名誉，我说好以后怎么出去混啊？你终于入兔马脚了啊！你既然说我吓走你的客户，你就应该炒我鱿鱼啊！为什么不炒啊？分明你心中有鬼，想每个月给我一点钱就可以吻我老婆。你讲什么话你啊？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来伤害你老婆啊？妈的，你不要在这里假惺惺了啊！如果不是有目的的话，你会那么好使？看我不顺眼又给我薪水。OK， 既然你这么讲，我现在就炒你鱿鱼，你给我出去！好，走就走。你们不放开我怎么走？放开我！妈的！今天如果不打死你的话，我真的是乌龟王八蛋！放脚！啊！你想跟他一起来对付我是不是？啊！臭女人！喂，你是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可以打女人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她是我老婆，为什么不可以打？我喜欢打就打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给我忍住！阿豪，算了。蛋什么蛋啊？你想踢我啊？踢啊！你踢啊！踢啊！踢死我吧！还不走？阿豪，对不起。算了，我想我也不敢再用它了。我明白。他有没有搞错啊？在大庭广众说自己的老婆跟人家偷情，他不要面子，你还要面子，我们还要面子的。姐，算了啦，他只是一时冲动，你不要再去说他了。像他这样的人呢，就只有你才能够忍受得了。要是我，早就气到爆炸了。哎呦！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只是这几年事业不顺利，脾气才越来越暴躁的。对喽，人家做生意，他也做生意，人家做到风生水起啊，他做到破产了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他这里有问题吗？这几年啊，要不是你说他吃什么住哪里？我跟你说啊，对这样的人，你不要对他太好啊，要不然他当你是草了。他也蛮可怜的。可怜什么？可怜的是你呀。他还有没有打你？他还有打你啊？没有，他没有打我。没有。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啊！姐，这都是误会来的，你不要去说他啦。误会什么误会就可以打人吗？啊，姐啊，你等一下吃饭的时候答应我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就只有你呀，才会整天忍啊，受不了。盘呢？三姐吃饭了。哇，这套新的
沙发真的很好睡呀。好睡是吗？等你出来工作，每个月都要给我扣钱啊！这里的家具啊，大家都要出一份啊，谁也别想白睡、白吃、白住。诶，二姐，我的饭呢 ？Please。please 什么 please 啊？你不会自己去拿饭啊？你没有手吗？整天要人家伺候。你是公主还是皇帝啊？我今天打了很多次啊，手很酸啊。手酸是吗？最好什么都不用做了，整天啊就坐在这里，天天等饭吃，要不要人家喂你啊？我只是叫二姐帮忙而已嘛，没想到这么糟。谁叫你这么懒，活该。没有办法啊，我天生就是这样啊。什么叫天生？你天生啊没有手没有脚是吗？做人要有志气一点嘛，宁可自己找饭吃，也不要等人家给饭吃。大姐啊，你今天说的话很深哎，我都听不懂。听不懂是吗？那听多了、听久了就应该自动会懂。哦。姐夫啊，你吃吧。柔柔，自己吃。大姐啊，姐夫喜欢吃鸡腿，就让他吃吧。整天吃饱没事做的人，吃那么多鸡腿做什么？你吃。大姐，你经理有什么话直接冲着我来好了，不需要闪闪烁烁，指这个骂那个的。我田大华已经受够你了。大姐，你经理有什么话直接冲着我来好了。不需要闪闪烁烁，指这个骂那个的。我田大华已经受够你了。我哪里需要闪闪烁烁啊？跟你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嘴巴不会留下来吃饭的。你是不是已经全部告诉他了？哦，你回来讨救兵是吗？你不要以为人多势众我就怕你啊！姐夫，什么事啊？你不要这样跟二姐讲话好吗？对呀，不要那么凶啦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啊。一家人，大姐从来就是不把我当作是一家人。对了，这句话你就说对了。一家人是应该和和气气，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忙吗？可你有吗？你连对自己的老婆都做不到这一点了，还要我们怎么把你当一家人呢？哼，这是我们夫妻的事，我们自己会解决的，不需要你管。你打我妹妹，我就要管。姐，不要啊！你打我二姐！我最讨厌男人打女人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二姐？姐夫，你很过分哎！二姐她打你哪里？痛不痛？哼，我早就知道你们看我不顺眼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搬出去住好了。哼，你最好是说到做到啊！好，我马上搬出去给你看。哼，不要管他，吃饭。给我！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啦！给我！大姐的语气是重了一点，可是她说的也有理由啊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如果不能互相信任的话，那还算是一家人吗？对，他讲的就是有理由，我讲的全部都是放屁。我最好是离开这里，搬出去。给我！不要啦，我们能去哪里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你呢？这里有大把人照顾你。你又何必跟着我受气受苦呢？你有地方去吗？我睡在街边也好过在这里受气。没有人要你睡街边，你知道大姐的啦，她有话就说出来，可是事情过了她就算了。家里有谁没有被她说过的？如果她不当你是一家人的话，她也不会去说你的。其实我也不是真要打你的，我只是吞不下这口气。那个王八蛋书豪，以为1个月给了我1000多块钱就可以骑在我头上，连我的老婆他都敢搞。哎呀，你真的是误会阿豪啦！你不是常常说吗？说我人丑、嘴巴大、身材像洗衣板、2只脚好像竹竿这样。我这种丑八怪呀，有时候会跟我偷情。哼，
那个姓苏的好到哪里去？你看他整张脸就好像榴莲一样。哦，你们两个不是一拍即合？我认识阿豪10多年了，如果我想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还会跟你结婚吗？你以为他不想啊？我明明亲耳听到他说：“哎，又是你不肯嫁给我。”我听了就气。哎呀，人家开玩笑的，你也当真？阿豪交友广阔啊，要找一个比我漂亮几百倍、几千倍的，那还不容易。谁会看上我？你很差没？那我娶了你，不是很没有水准？那有什么办法？你不娶都娶了，后悔啊？唉，我有什么条件后悔呢？现在事业待在家里，我要靠你吃饭呢。我看后悔的人应该是你。我才没有后悔呀！工作找不到不就慢慢找咯，没有关系的啦。我只是不想让大姐又讲我待在家里白吃白住。不会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可能会升级。升级是不是真的？公司在传说我们经理要调回总部，他的职位呢可能会让我升上去。今天经理叫我收拾东西了，他说明天会换一个新的位置给我。我想传闻应该是真的，到时我的薪水就增加，应付我们2个人的生活绰绰有余。你就慢慢找工作咯。经理的位置都收拾干净了，配合的真好。唉，挨了10年，终于挨到这一天了。奇怪，怎么不可以进去？玲玲早，玲玲早。早。哎，玲玲，你的位置怎么收拾得那么干净啊？哦，昨天放工前，经理叫我收拾干净的，说会换一个新的位置给我。哦，那一定是换去后面那个位置咯。哎，听说大白鲨今天就要调回总行了。不会的啦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不可能？先恭喜你啦！是啊，恭喜！哎呀，你们不要这样啦，我这里有一些 fruit tarts， 你们拿去吃吧。哇，预先庆祝啊！ fruit tarts 不行啦，起码要请一个鱼翅大餐。是啊，还要有鲍鱼。你们不要越说越远啦。对了 ，Belinda， 你帮我看你的电脑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。那就奇怪了，我的怎么进不去？哎呀，经理是高层管理人员，一定有特别的密码，等大白鲨来就知道了咯。各位早。经理早。早。这么巧，前后不啊？哎呀，昨晚开了房，今天不是一起来咯？你们都过来一下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哦。相信大家都听到我们欧讯银行和 GTC 银行合并的消息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内部的改组。我将从今天开始调回总部，担任副总裁的任务。谢谢。接着，我要宣布接任本行的新经理人选，那就是在本行任职了10年，表现非常特殊的莫玲玲小姐。那就是表现非常特殊的 Blender。Blender， 恭喜你，我就猜到一定是你了。如果不是 Blender， 还会有谁呢？谢谢大家。Blender， 恭喜你了，现在这个位置是你的了。那我相信你还有事情要跟他们宣布吧，这里交给你了啊。谢谢副总裁。银行改组免不了要裁退一些职员，我们这分行也不例外。幸好副总裁为我们极力争取，所以只有1名职员受到影响。这名职员会得到通知。好了，都回去工作吧。莫玲玲，你留下来。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，请问我坐哪里？坐哪里？我没有给你准备位子啊。
那我要坐在哪里做我的工作？你没发现你的电脑已经不能进入网络了吗？你现在可以离开了，记得离开前东西让保安人员检查一下。你是什么意思？Brenda 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被裁的那个人就是你呀！这是给你的赔偿。OK， 就这样了。I wish you good luck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要炒掉我？银行不是炒你，是改组，懂吗？改组。改组？你们可以改别人啊，也不用改我。莫玲玲，你已经拿到赔偿就走了。如果你是被炒掉的话，你1分钱拿不到。我告诉你，对于这次的裁员行动，是证明了银行是贯彻了主席所说的公平与仁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公平？什么是仁慈？你们有这样对我吗？我在这间公司做了10年，从来没有拿过1天的病假，也没有算少过1分钱。最早来的是我，最迟回家的也是我。午餐时间我才用了20分钟，一心就是想多为客户服务。同事做不完的工作，我帮他做，我从来就没有要求过什么功劳，什么回报。那不是你笨咯？笨？我的付出换来一句笨，这就是你说的仁慈吗？我为了帮公司找客户，大白天穿得像狮子一样，在那么热的天气跑来跑去，帮你分传单，回来之后满身都是汗。你们又做了些什么？只会捏着鼻子说我臭，这就是我的回报吗？我为公司付出的都比这里每一个人多，可是你们现在却这样对我，这就是你说的公平仁慈吗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，那你现在就去问洗厕所的阿婆吧，她也会告诉你，银行没有她是不行的。可是这个年代已经不是说勤劳就可以的了。我们又不是要请一头牛来做工，那勤劳有用吗？公司是注重形象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申请当空中小姐啊。你即使说你可24小时工作，人家也不会请你的。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好怨的，要怨就怨你的样子长得丑。丑？我的样子丑跟工作有什么关系？这里是银行，不是飞机。我只要工作勤劳、有礼貌、效率高、服务好，把工作做对就好了。难道我要像他一样跟你上床吗？你说什么？小心我告你破坏我的名誉！Brenda，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记得主席说，对于被裁退的员工要给予同情，要有耐心。我不会计较你刚才所说的话，因为我对于谣言一向都是不会理会的。你要人家尊重你，首先你先得要尊重别人。说什么跟我上床？老实说，说的不好听一点，你莫玲玲啊，就算肯倒贴给我，我还反胃呢。哼。我们很忙啊，什么事啊？啊？警察局？哎呀，说你笨就是笨啊！人家讲你丑要炒掉你，你可以开记者招待会吗？或者是到劳工部告他？干嘛去踢他一脚了？好了，现在人家反咬你一口要告你啊！你现在不上法庭才怪。哎，你有完没完的啊？如果换成是你给人家这样取笑啊，你不只会踢人，你还会拿刀砍人呢、啊。说的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。哎呀，我是替他不值吗？万一法庭判下来要他赔医药费啊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万一那个法官他是神经的，要判他坐牢，
那就更惨了。这一点点的遣散费啊，还不够赔这个医药费还有律师费呢。不要说那么多啦，老婆这个样子，一句安慰的话都不会说，只会乱放屁。进去啦，进去倒杯水给他喝啦。哎呀，搞什么银行合并啊？啊，你知道吗？一拼到来，很多人失业了。银行壮大了之后，还不是来自我们这些小市民？都是这脚死脚。哎，好啦，脚是你的，你不踢都踢了吗？你还能怎么样？就算你现在后悔也没有用的，你难道要把它砍掉？姐啊，这只脚给我惹了很多麻烦，我真的很恨这只脚的。有些时候真的想把它砍掉不就好了？这个人呢，整天只会忍啊，是也忍，不是也忍，被骂也忍，被打也忍。一个人只有2个肺，你忍多了又不发泄出来，就会爆炸的吗？这只脚就像炸弹一样咯，忍到不能再忍，不就爆炸开来咯？没关系啦，你不是气死人。可是我听说那个大白鲨躺在医院，伤得很严重，到现在都起不来。如果他真的死了，我不是变成杀人犯？如果有那么容易死就好了。我看8成这个家伙他是在装死，顺便要敲诈一下这个医药费呢。哎，大姐，我看呢，如果我们赊一些钱给他，他就马上会撤销控状。哇，你说了那么多话，这句话最动听了。你老公说的没错，可能那个人真的是在装死。这种人呢，让我来对付好了。不要紧啦，有大姐在，不会有什么大事的。还有我呢，有我在吗？大姐，你干什么？废话啦，进来花店当然是要买花啦。为什么要买花？你又是废话嘞，当然是送给那个死人头的啦。所以我才问你，那个死人头他炒掉了玲玲，还说倒贴给他上床，他都不要，这样大的侮辱你还送花给他？或者人家侮辱你老婆，你还会心痛啊？算有点良心啦。哎，这花好像小了一点哦。什么？这样的花还算小？不如买个花圈给他。你以为我不想？我还想多送他4个字：死有余辜啊！大姐，你真有墨水哦。你现在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今天不是来报仇的啊，我们是有求于人啊。所以等一下你看到那个死人头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乱说话，死都要忍住这口气啊，知道吗？不然的话，你老婆去做了，看谁照顾你啊？忍就忍喽。不过你老是叫我忍，我是担心我自己忍受得了，而你忍不了呢。是咯，等一下你看到我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提醒我嘞，不然的话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帮玲玲了。应该是这间呢。喂，记得啊，提醒对方啊，大家都要忍啊。知道了。好吃吗？找谁啊？请问，你是白先生吧？你们是？哦，我是莫玲玲的大姐，他是莫玲玲的先生。你们来干什么？谁叫你们来啊？哎，你不要这样激动嘛，我们是来看白先生的。花郎。哎好，白先生，祝你早日康复。我也想早日康复啊，可是我现在我的肚子还隐隐作痛啊。医生说我可能是内出血啊，我刚刚才照完 X 光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我看不应该有事的。如果是内出血的话，现在也不会吃东西啊，哈。你是医生啊，这么厉害？我老公被救护车扛进来的时候啊，痛得差点晕倒，现在才可以开始吃点撑。你真会说风凉话。你，白太太，你不要这样激动嘛。那玲玲她事后啊也很后悔，这都是意外嘛，所以她叫我们要来跟你道歉啊，希望你念在大家是同事一场，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追究啊。把人踢进医院来，说声道歉就算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情啊没这么简单就了结的。我已经报了警，如果警方不处理的话，我就会发私人传票，总之一定非告上法庭不可。
哎呀，上法庭做什么？又花金钱，又花时间，到头是两败俱伤，对谁都没有好处吗？当然呢，搞到白先生你现在要住在医院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来道歉，是很有诚意的，要跟你商量。那你这里的医药费我们会负责的，还有，我们会另外给你3000块钱，给你买补品，怎么样？老婆，你告诉他们，上回我们家小狗不见，我们花多少钱找它？5000呢。我们怎么可以跟你比呢，白先生？你是副总裁哦，我只是个卖拿西罗玛的。那玲玲她先生啊，刚刚失业，玲玲又刚好丢了工作，你就同情他们呢。我同情他们，那谁来同情我啊？不如这样吧，那我们就赔你5000块钱，怎么样？那倒不如这样吧，我给你5000块，你给我踢一脚，怎么样？啊？那你到底要多少钱呢？钱我多的是，我才不像呢，我就是要告到莫玲玲坐牢为止。对呀，就是把他告上法庭。喂，你们两夫妻不要以为上了法庭你们报应啊！你侮辱我老婆，说她道歉给你上床，你都不要，以为你这样做没有罪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到时候可能坐牢的人就是你呀！你现在是在恐吓我啊？你相不相信我连你们2个也一起告？告啊！你告好了，你有胆就告好了。喂，你不要这么大声跟我老公说话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跟你那个丑八怪老婆一起去坐牢吧。你死八婆啊！你不照照镜子啊，看谁比较丑？你看看你自己呀！你说你胖呢，你又不是很胖；说你瘦，你又不比别人瘦，我都比你胖啊！胖也要胖的有品味吗？胖也要胖的人见人爱吗？看你这个样子，胖的不三不四，还敢说人家老婆是丑八怪？你不去跳楼算了！我怎么样啊？你们喜欢告什么？有本事连我也告啊！大肥猪啊，你大笨婆！告，一定要告！还等什么？还不跳楼？大笨婆！你要告他们啊！告！永山星啊，你以为那个家伙他想上法庭吗？依我看啊，他们只是嘴巴硬而已，他们是没有胆量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大家最好不用开会啦，回去房间睡觉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如果他们闹上法庭，他们必须要花一笔钱去请律师，而且要花上时间去打官司，而这个官司打到来，他们也未必会赢。所以我说到头来啊，他们还是选择拿5000算了。姐夫，你说的是民事起诉，我最担心的是，如果他们不肯罢休，坚决不肯庭外和解，那警方就以伤人罪名提控二姐，那到时就变成刑事案了。控什么控啊？是这个王八蛋先侮辱你二姐的。问题是，他肯不肯承认呢？二姐啊，当时除了你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场啊？有多3个同事。那他们肯不肯为你作证呢？我看很难的，尤其是 Blender， 她是大白鲨的女人。那就惨了，他们肯定是一鼻孔出气的。在没有证人情况下，即使二姐上法庭说那个男人侮辱她，法官也未必相信的。不过二姐踢伤她，那是不争的事实。Rora， 你三姐她说的对不对？大姐，你为什么要问柔柔啊？难道你不相信我啊？至少要比你先大学毕业吗？这跟大学毕不毕业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普通法律知识。大姐啊，三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不过一切呢都要等警方调查过后，我们才知道会不会提控二姐。所以这个家伙的供词非常重要。如果他真的咬死二姐的话，警方不提控也不行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除非那个王八蛋不追究啊，要不然的话，可能要上法庭啊。哎呀，我们软的都已经用上了，他都不吃这一套。看来啊，得来个硬的。
醒了麻木的脑瓜，就连我什么都能够放得下。我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